好，现在拿的是这个4尺整张啊，先来裁一个圆。4尺整张的纸，我们这样子对折，对折哈，对折，对折，先裁2个斗方，先裁成2个4尺斗方。因为为什么画圆呢？你想画很多花，大家想看很多花的，咱们今天再画一个花比较多的，好不好？好，这个是一个斗方的纸哈，一个4尺斗方的纸，我们这样子对折，对折，对折第一下，2角对折，2角对折。那当你没有圆规的情况下，这么去裁。当然有圆规的话，去裁就用圆规去裁，因为你这样子裁的话，你会有折痕，就是我们要折纸的话，它始终有折痕。如果说你用圆规大圆规的话，它就不会有折痕了。好，折第一下，然后再折第2下，再还是一样哈，对角对折第2下，然后再对角，再对角第3下哈，就是对角裁成斗方之后对角3下，3下对角，3次对角折，3次啊，3次对角折，亲爱的家人们。3次对角折，那大家可以知道这里是多少了？这里应该是30、15、15、30，基本上是34.5、35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要量出这么长啊，15。30，好，大概在这里啊，大概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先画一条线啊，大概在这里，就是两边要一样长，这边和这边一样长，然后我们画出一个弧形来。好，画一个弧形，这样子沿着这一条画一个弧形，不要画直线啊，画成弧形。今天画一个69的圆，我们先来裁一个圆。好，这个圆裁好了。这个圆就裁好了，我们放在一边备用。好，咱们先来构一下图，好不好？大概的来构一下图。咱们今天画一个圆哈，构图真的是我们每次的构图不一定说最终，是不是？咱们最终不一定真的是按照我们的构图去画啊，构图只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构思而已。那我们到最后，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的当时的这个画面去走啊，是吧？来，直径69，直径69厘米的圆还是一样，咱们找到一个中线的位置。那我们画多一点花，好不好？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先画一个半开的花苞，然后接着我们又在这里画一朵大的花，大的花旁边，我们后面啊，在后面我们这里再画一朵大的啊，这一堆让它多一点哈，这一堆就让它有3朵了，然后我们再跳出来一朵，跳出来这一朵我们不要跟它对齐，我们稍微的把它高一点点哈，稍微的高一点点，到这里来，好，让它这里有一个
多的和少的对比关系。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设想哈，你看我们每一次即使构图构得再好，最后也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构图来啊，就是要根据当时画面这叶子很多，然后我们这一组肯定是这一组的叶子是跳出来，然后这边这里都是很多很密的叶子哈，大概就这样子多叶多花的一个构图。那今天画一个什么颜色？我们今天也不写生哈，就是还是画我们自己心中的颜色，画自己心中的颜色，你们可以自己来想颜色啊。咱们今天画一个黄色的好不好？有深有浅。整幅作品的花基本上可以画一个色调啊，在一个色调上，但是它有深浅变化。底色，所以底色还是要的，可能有一些花不要底色啊，太白加三绿。那有一些我们想要画浅一点，我们就加底色；要画深一点，我们就不加底色，太白三绿加胭脂。来，我们用什么颜色呢？藤黄，用藤黄深一点啊，藤黄、鹅黄、赭石可以的哈，赭石也可以，朱标也可以啊，朱标也用，因为这几朵花我们要让颜色再渐变，所以我们多一点颜色没有关系，朱标。赭石、朱标、赭石、胭脂，有的时候我们也用一点曙红，好不好？曙红、胭脂，曙红、胭脂啊。好，我们先就这些颜色，我们先来调色试一下，好不好？先来调色试一下，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我们要不再加一个颜色，再加个朱砂。就是我现在是几朵花的颜色混合来用，太白。那今天这个底色可以不要调那么多，可以调少一点点啊。不是调少一点，调稀一点啊，因为不是说每一朵花都会用到底色，有可能有一些花用不到啊。好，来我们加水啊。加水来调和。好，我们先把这个底色先调好。底色是太白、三绿还有胭脂。今天调的这个底色调的有一点点颜色，有点点深哈，有一点点深，深就深一点啊，没有关系。好，这个水是调的稍微稀一点点啊，稍微稀一点点。再稀一点都可以，再稀一点也都可以，因为稀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的颜色调的深一点啊，
花的颜色调深一点，我们就要把底色调稀一点。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好，放到一边备用哈，底色放到一边备用。然后我们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还挺多的，所以要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盘子。藤黄、鹅黄、藤黄、鹅黄、朱标、朱砂、朱砂赭石、曙红、胭脂啊。来，今天的颜色还真不少啊。哎，今天画的好像挺多花的，咱们把颜色挤多一点点啊，来多一点啊！今天这好几朵花呢，藤黄、鹅黄、朱标，这也是朱砂啊，朱砂和朱标的颜色很类似。赭石我们放在这一边啊。还有这个曙红胭脂，来，今天颜色可真多啊！因为今天要画好几朵花，所以咱们今天的颜色也比较多一点。我们可以先调一层藤黄啊，先薄薄的调一层藤黄，调一层藤黄、鹅黄、藤黄、鹅黄，然后朱标、藤黄、鹅黄、朱标、曙红，那这个就带红黄色啊。这个颜色就带一点红黄色，这个颜色大家觉得好看吗？好看吗？我们再洗掉，重新再调一个颜色，再调一个颜色看一下啊。先把这个颜色洗掉，我们先再加底色。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朱砂，调点朱砂，调一点点这个曙红，好，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要调均匀一点点。那我是没有调均匀，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这个颜色可以吗？我们画一朵浅色的吧。刚刚有朋友说想要一朵粉色的，我们画一朵这种颜色的好不好？我们待会儿画一朵这个颜色的，好看啊！画一朵这颜色，这两个颜色来搭配好吗？这两个，这个好，这个好，这两个颜色来搭配嘛，好不好？这两个颜色来搭配。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了。今天画的是这个69的圆，亲爱的家人们，69的圆，69的圆啊。那么第一朵花的位置，我们先来画一个花苞，把这个花苞让它在前面，
半开的这个花苞，先画这个，然后再画这个，按层次来画。第一个是这个最前面，然后在这个下面这一朵，然后在上面最后这一朵。好，我们先来画花苞，花苞我们就画一个黄色的，我们把这一朵花画成一个粉色的啊，这一朵画成粉色的。好，在这个角啊，在这个角落这里，先画第一朵。我们要先来框一下，你在整个纸面上来圈一下。为什么要圈一下？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纸啊，看一下这个纸，我们这个花画多大，大概画多大？圈一下，大概这个花要画多大？好，大概圈一下就知道这个把花画多大。我们要控制，因为我们要看纸的大小，还有看这个画面的东西，我们要才能决定这个花的大小。如果说这个你想画4朵花，结果说每一朵花太大了，待会儿我们就这个画面就装不下了。好，这个底色我们还是放远一点啊，放远一点，等一下我怕不小心弄到我们的这个画面上来了。好，在这里画第一朵，这个角这里啊，这个角这里画第一朵这个花苞，第一朵花苞。来，我们还是调这个藤黄，先调藤黄啊，薄薄的调一层藤黄，然后鹅黄，藤黄鹅黄，然后调这个珠标，藤黄鹅黄珠标可以调一点点曙红啊，一丁点，笔尖去调一丁点曙红，不要调太多了。好，开始了啊！包起来的啊。好，再来补充颜色，补充这个珠标，还有这个曙红，补充一点珠标，补充一点曙红。好，侧面的啊，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好，这里跳出来一个啊，勾起来，补充颜色。画一个花瓣，基本上我们不要怕麻烦啊，要随时的去补充颜色，把这个花瓣加大一点啊，加大一点。好，再来补充一点点珠标，补充一点曙红。笔尖上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补充珠标，补充一点曙红。好，这纸这里有点鼓起来了，所以这一笔有点跑出来了。好，再补充珠标，补充曙红。最后你看我们补充颜色的时候，补充的后面的这2种颜色，为什么前面不补呢？因为我们越到这个后面的这个花，挨着花心这里，它的颜色会越深啊，越深，所以我们补充的就是后面这些颜色，这样子它的颜色才会更深。好，再来加一点曙红，适当的时候，如果我们待会儿再深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啊，加一点点胭脂。好，这个根部这里加一点深色一点啊。好，再来补充一点鹅黄，鹅黄没有了，笔上感觉黄色已经没有了，我们就要再加一点黄色，补充鹅黄，补充一点珠标，然后再补充曙红。
好，包起来了啊，包起来。好，包起来啊，包菜，不是包菜，因为这个是花苞，花苞，所以我们要把它包起来哈。因为是花苞，所以我们要把它包起来。现在笔上有点干了啊，笔上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来，补完底色之后，我们先调一层藤黄，先调一层藤黄，调鹅黄，然后朱标，然后曙红。哎，这个补充多深一点哈，补充正半的时候，我们再加一点曙红，可以加一丁点胭脂进来，把这个卷起来这个正半先把它画上啊。好，再来补充一点点啊，补充一点点颜色。这里好像感觉还要再包一点上来啊。再包一点上来。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些缺口里面的正半，把这些缺口里面的正半补上。来，多调一点颜色，调一点鹅黄，调一点朱标，然后调一点曙红，曙红调一丁点胭脂哈。我们补充正半的时候，颜色让它更深一点。好，再补充一点点胭脂，笔尖上再加一点点深色的进来。好，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进来。笔尖加一丁点胭脂。好，加胭脂哈，加一点点胭脂，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层次正半，把里面的正半给补上。好，然后再多加点胭脂，把这个最中间的这一块啊，最中间这一块加最深的这个胭脂进来，让中间这个地方颜色是最深的。好，这样子这个半开的花苞就可以了。哎，这里还可以再补一点点啊。哇，这个笔上有红色的不行，咱们要把这个笔上的红色给擦掉一点点，太多红色了。当我们不想要那么多红色的时候，你就把它擦一下啊。然后再调一点藤黄，一点鹅黄、朱标，然后这个曙红，浅一点的颜色。这边补充这个颜色，在上面这个颜色我们浅一点点，不要那么深。好，这个就差不多就可以了。感觉这个花瓣是不是有点小啊？跳出来这个花瓣似乎有点小，我们把它加大一点点，好不好？再把它再加一层，让它出去啊，让它跳出去啊，加一层。但是笔上现在有点干了啊，有点干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补充底色。来补完底色之后，调藤黄，调鹅黄，然后调这个朱标，然后调一点点这个曙红，调一点曙红，最深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啊，因为加胭脂是因为这个要补充正半，它要有区别啊颜色。好，看一下要包到哪里来啊？好，把这个花瓣给包起来。好，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地方可以回一下笔，然后我们再来补充点颜色，看一下这个外观上还需不需要调整啊？外观上如果需要调整的话，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稍微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颜色不够均匀，一看就能够干一点点，它就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调深色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调均匀啊，里面再切一半出来，让层次更多一点点。好，花苞圆一点就圆一点，如果觉得太圆了，我们把这一个花，是不是觉得太圆了？太圆了，我们把这个花瓣看一下能不能再调整一下。把这个花瓣再把它画大一点，画大一点，然后把它包上来一点点。好，我感觉这个形状还是怎么样都觉得不太好，不太完美，总感觉这个形状还是不太完美。再补充一点颜色，看一下是哪里不完美啊？好，在后面再来加一个花瓣试一下。好吧，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啊。好，这里加一个。好，这样子吧。好，可以了啊，就这样，就是稍微把它加大了一点点啊。所以当你画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这个形状啊，最后看形状，如果形状不太好的话，最后还可以再去调整。好，我们画完这一朵，我们画第二朵啊，这个是这一朵，然后画这一朵。这一朵的话，在这个地方，这朵花在这个地方。刚才说了，我们这一朵画这个粉色的，所以我们要把笔器洗一下，亲爱的家人们，把笔器洗一下，来把底色再重新调和一下。好，我们现在画这里这一朵哈，这边的这一朵。好，我们这一朵我们用这个朱砂和曙红胭脂哈，朱砂有可能我们会用到一点赭石。好，先薄薄的调一层朱砂在笔肚里面啊，薄薄的调一层朱砂，水分不要太大了，然后调一点曙红，感觉水分还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啊，来吸一下这个水分。水分多的话，就你新朋友的话你不好控制，因为水分多的话你得要画快一点才行。如果说你稍微画慢一点，它的这个颜色就显得不好看。好，我们来画一个这个。还是一样的啊，一个包菜形，来再补充一点点朱砂，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亲爱的家人们，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哦，颜色调均匀了才是你画好这一朵花的这个关键点啊。好，这样子包过来，我这个水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水分哦。来，再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
好，这个花瓣包起来，我们就要有包起来的状态，可以连着几笔下来。再来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朱砂和曙红其实配上也真的特别好看呢。有没有发现朱砂和曙红特别好看？好，我们这里再来一层啊。来一层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重叠哈，重叠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有一点晕开了。再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哎，这一笔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啊，不够均匀，我们稍微复一下笔，稍微复一下笔，有一点点，偶尔有一笔没有不均匀，还好，就是尽量我们还是要把颜色调均匀哈，每一笔都去把它调均匀，最终这个花才会好看啊。好，这里面补充一些小的花瓣，再补充一点曙红。好，我们慢慢的让它包起来。到中间的花瓣，我们的颜色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啊。下面一层沿着前面的一层的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去走。好，补充这个朱砂，补充一点曙红。这一笔不小心弄了一点胭脂进来，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好，这里来一个，来一个重叠上的花瓣啊。好，再来一点点曙红。好，来中间可以画一些这种小的碎花瓣，小的碎花瓣，让这个大花瓣和小花瓣到时候形成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关系。然后这里面的这种碎花瓣啊，再来调一点朱砂，调一点曙红，调点朱砂，调点曙红。好，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跟它反着来画，不一定说一定全部要顺着画，你可以花瓣随意的去组合。好，这里稍微尖一点啊，然后继续往这里包哈。来，笔尖补充一点曙红。越到中间的这个花瓣的颜色呢，会越来越深一些。来，笔上现在有点干啊，有点干，咱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好，补了底色之后，我们再来还是一样调一点朱砂。调点朱砂，调点曙红，调点朱砂，调点曙红。好，继续来包过来。好，在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笔尖要不停的，你画一笔，笔尖就要补充一点深色，否则它的颜色就没有层次了。好吧，你看这些小花瓣，小花瓣就要很小。再来补充一点曙红，把这个好，基本上我们现在能看到花心，花心在这里啊，花心现在在这里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地方是花心，那其他的这个花瓣，我们这里就是画的它的一个层次，层次很丰富。我们要继续来展开啊，继续来展开。每一朵包菜形，我们要都画出不同的啊，画出不同的形状，是吧？就是我们学会了基础，把基础的包菜形你先分解里面你先搞清楚，然后你到最后咱们去画作品的时候，我们要画出多姿多彩、多变。哎，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均匀，天哪！这一笔你看一下，我们一下笔这个颜色没调均匀啊。好，来画一个反半啊，颜色没有调均匀，就是画这个花瓣的一个大忌啊。来，一个大的就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加一个小的，我们再补充一点点，再跳出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大一点的。哇，这一笔颜色又有一点不够均匀，这是怎么回事呢？水分太大了一点啊，就是水分大了一点，所以很容易，水分大了颜色也很容易调不均匀。你看这一笔这个颜色，这个深色已经跑到有一点中间来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哈，一定要小心，把颜色一定要调均匀，颜色调均匀了，画的这个花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才会好。所以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细心，好不好？哎，这种下面包一个啊，感觉这里有点平，所以把这里加一个，加包一个卷起来的花瓣，然后我们还要再有一个这个跳出来的，这里再来一个跳出来的。好，再来一个跳出来的。啊，后面我看一下后面还要不要？先来补充一点朱砂，我们画这个包菜形，我们先搭架子，明白吗？知道怎么搭架子吗？搭架子知道吧？哎呦，这个颜色感觉又有一点不均匀哦，一下笔就感觉了。好，让它包起来哈，让它包起来这种状态。那如果说层次不够的话，我们待会儿最后我们再去补啊。层次不够的，我们最后再去补。好，我们现在在笔上又有点干了，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丁点底色，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了，蘸太多了。好，先调朱砂，然后调这个曙红，调完朱砂调曙红。感觉这个笔尖还有一点没有调均匀啊，一定要调均匀。好，这里来重叠哈，重叠一个，让它更加有层次一点。好，再来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好，这一边的啊，这一边的我们看一下再怎么包过来，从这上面再来包一个下来，挺好。水分虽然说我们画这个包菜形，当我们画多了之后，做到心中有花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变它的花型，随便去变它的花型啊。好，这里再来重复，不是重复啊，再来一个层次，加一个层次出来啊，从里面的一个层次。那这样子就基本上包起来了，我们画的包菜形就要让它包起来嘛。来包起来啊！现在我们要封口了，开始。
开始差不多要封起来了，这个口尽量不要平行哈。你看我画这3个花瓣它都不平行，咱们尽量不要平行出现啊。好，来再补充一点曙红，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好，这边都包起来了啊。感觉这里会不会少了一点啊？这边的花瓣是会不会少了一点？我们看一下从哪里再加一点啊？从这里再加一个层次进来。好，这里面再来一个层次。好，这边上面也要有跳出来的啊，也要有跳出来。待会儿我们看情况，这里加花瓣，我们待会儿看情况这边怎么加。这里先加一个吧，感觉这里有一点单薄，这里再加一个，让它直接包上来哈，让它直接包上来，基本上看不到正瓣啊，基本直接包上来。好，再调一点点朱砂，调一点朱砂。调一点点曙红，到上面的这个花瓣颜色会越来越浅啊，这里也要让它有跳出来的。好，让它跳起来，然后又包起来啊，包过来，包过来这种状态，可以拉长一点点，拉长一点点。大一点啊，拉长一点，这个花瓣画大一点，让它更夸张一些，好不好？好，这个架子基本上搭可以了，架子上基本上搭的可以了，就这些哈。我们这边从它的这个里面再来出一些反瓣，再来出一个反瓣。待会儿后面这里怎么画，我们待会儿再看情况，需不需要加，我们待会儿也要看情况啊。感觉这里我们稍微少了一点点，再来加一层。看着本来的花瓣，我们慢慢去加啊。好，让它多一个层次啊，让它多一个层次。好，让它不要每一个都是散的，一个一个的，我们让它这边是一个2个的。好，我们这个架子已经搭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补充它的正瓣啊，补充正瓣。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哈，颜色还是一样的，还是这个朱砂。哎，太干了，我们加一点底色吧。本来想不加的啊，还是要加一点。补充正瓣调多一点，看到吗？这个朱砂。然后调这个曙红，朱砂曙红可以加一丁点这个胭脂哈。我们在补充正瓣的时候可以加一丁点这个胭脂。补充正瓣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从这些小花瓣里面开始补都可以啊。感觉颜色还不够深哈，不够深，我们再调深一点啊，再来一点曙红。再来点曙红，来点胭脂，让这个颜色更深一些。来把这些缺口里面的正瓣啊，要补充正瓣的地方填上这个最深的颜色啊，再来加一点胭脂。这些小缺口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所以我们要细致啊，小心翼翼的，该细心的细心，我们该放松放开来画就放开来画，要根据我们的画面需要画出这个整朵花的这个颜色的，要有深浅变化，要有这个物象，要有这个虚实变化啊，花瓣也要有大小变化，这个大小的对比关系，我们在基础里面啊。基础分解这个课程里面，分解花头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好，再来补充一点朱砂。补充胭脂。来，这里补充一个正半啊，越到这个底下，这个颜色越来越深，咱们补充正半的这个颜色也深一些哈。来，再来补充一点胭脂。然后这里可以再来补充一层哈，再来补充一层。这个底下补充正半的时候，你可以补充2层啊。这先补充一层，因为空间比较大，你可以先补充一层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添一点深色的胭脂啊，再来添一点深色的胭脂。好，来，这一笔的话，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就是笔尖上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它的笔尖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不够均匀，当然一点点没有关系哈，一点点没有关系，它不影响这个整体。我们重新来调一下底色，把底色再重新调一下，重新调一下。好，我们这个底下的花瓣，我们调一点赭石哈，调点赭石进来，调点赭石，然后朱砂还有曙红，让它的颜色有点区别。好，我们这里来画一个大的花瓣啊。好，来，我们现在开始补充正瓣啊，补充里面的所有的正瓣。哎，这个朱砂少了，我们再加点朱砂哈。朱砂少了，我们再加点朱砂。来，我们最后的这几个大花瓣调一点这个赭石哈，调一点赭石。来把这个正瓣补上啊，沿着这个反瓣的这个边缘走啊，沿着它的边缘走。
好，出来一点啊，大一点啊。根部不到位的，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再加一点曙红，加一点胭脂，加一点胭脂。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花瓣，到上边的花瓣，我们的颜色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啊，要稍微的浅一点点的。好，我把这一个花瓣继续来补上啊。它要不要画大一点呢？画大一点就把它包过来，让它包过来哈，让它重叠过来。或许觉得太圆了一点点，我们让它有一点节奏吧。好，前面一个花瓣包住后面一个，然后这个缺口里面可以把它补上，直接把它填上算了。好，这上面的这个花瓣，我们的颜色可以再补充浅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把笔去洗一下，因为每一朵花的颜色一定要有层次。你颜色如果说你不去洗笔，不去把这个颜色的层次把它体现出来，你看到这一整朵花，它就是颜色就是很平的，知道吗？好，我们先调一层朱砂，调一层朱砂，然后调一点曙红。好，这里来补充正瓣啊。好，水分稍微多了一点点，我们控制一下水分啊。这个水分明显一看就很多，水分太多了。然后再来调一点朱砂，调一点曙红，来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正瓣先补上啊。好，这个花瓣可以画大一点啊，画大一点。到上面这个花瓣颜色会越来越浅一点点，好，颜色越来越浅，再来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曙红。好，这个地方看一下情况，还要不要再加一点花瓣啊？补充一点朱砂，补充一点点曙红啊，补充一点点曙红。好，这里再加一层花瓣，上面的这个地方的花瓣就会颜色更浅一点，跟下面的这个深，它形成一个对比关系啊，深浅的这种颜色的深浅的变化。这朵花还是画的比较大一点啊。好，我们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补充一下底色。今天的底色有点稀，所以它的颜色晕的有点点快，但是没有关系啊，好，这里是来一个大的花瓣啊。好，我们先来调一层朱砂，
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上去啊，把笔贴在盘子里调，看到吗？贴着盘子调，要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整个笔肚上都要有颜色，调到整个笔肚，然后调一点曙红，调一点曙红。好，来这个大花瓣，我们看一下要画多大，把这个大花瓣拉出来，拉出来。好，一笔，再补充一点颜色。两笔下去之后，这个花瓣还不是很够，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补充底色之后，我们继续来调色，调这个朱砂，把颜色拉出来，调多一点，调多一点，调到整个笔肚。调了朱砂之后，调一点点曙红。好，这个花瓣继续啊，一笔一笔的加。好，去中间这一笔不够大，再往外扩一点点。这个大花瓣就让它大，要让它特别夸张的大，大的特别夸张，应该说是。这个花的话，就这样子也行了哈，其实就这样子也行了。我们再把它的这个中间的地方。中心的地方再把它填上，调一点朱砂，调一点曙红，调一点点胭脂。好，调点胭脂之后，我们这个深色的地方还是要补上最深的，一定要有层次，要颜色的这个层次要体现出来。好，然后中心补上最深的，就是曙红和胭脂调和的，曙红和胭脂调和的最深的颜色填在这个中心的部分。好，这些深的地方，这些缺口的地方这个太白了，有白点的我们可以灭掉一些啊，白点多了的地方可以灭掉一些，不要太多的这个飞白在这里，可以灭掉一些啊。好，感觉这里有一点平，我们把这里再加一点花瓣啊。这个地方再来加一点花瓣，但颜色有点深啊。颜色有点深，深就深一点吧。
好，这里加一个，加一点花瓣进来。越到后面花瓣越来越深，这个没有问题啊。好，这朵花的话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画下一朵。我们今天可要画好几朵了。现在画了这一朵，然后画后面的这一朵。来，我们先画第3朵啊。现在我们画了这一朵，然后我们画后面的这一朵啦。后面这一朵在这个地方，这2个花瓣会有一点点重叠，让它有一点点前后关系啊，让它有一点重叠。好，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画。我们先圈一个圈哈，你大概画多大你就圈一个圈在这里。大概画多大，圈一个圈，大概在这个圈里面去画。好，我们这一朵的话颜色会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把笔上的颜色洗掉，我们要重新调底色，亲爱的家人们，重新调底色。好，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黄色的啊，这个把它擦掉一点点啊，这个朱砂让它往上来一点。好，我们调藤黄啊，这一朵花我们调藤黄，薄薄的调一层藤黄，然后调这个鹅黄，藤黄、鹅黄。然后珠标，藤黄、鹅黄、珠标，一丁点曙红啊，一丁点曙红可以加一丁点曙红。好，在这个地方啊，好，笔尖曙红少了，我们再加一点。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叠加它的层次。第一层大的话，第2层我们就把它画小一点点啊，不要那么大，不要那么宽，要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变化。好，再来补充一点鹅黄，补充一点珠标。鹅黄、珠标、曙红来一丁点哈，曙红只要一丁点点。好，曙红来一丁点哈，千万不要太多了。来，再来补充一点曙红，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包起来。笔可以不停起落落的画出一些这种缺口来啊，就是你提起来放下去，提起来放下去，这样子你就可以画出这些小的缺口，这些缺口就非常自然。就我们不是说我们特意去点出来的缺口，而是通过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这个笔的运笔而产生的这个缺口，它才会比较自然，然后我们的这个花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才会更加灵动。好，这个中间这里这个花瓣颜色稍微深一点哈。来，这个花也是让它包起来。笔尖上的这一条线你看到了吗？我是一直讲大家不要有这一条线啊，
我这没有调均匀，没有调均匀就会出现这一条线，看到吗？这一笔是没有调均匀的，我们把它复一下笔，复一下笔，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救一下啊，救一下，把它改变一下。好，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包起来哈。好，现在笔上有点干，我们加一点底色。好，再来补充一点曙红。像你们想不到的这个很偏远的地方也有啊，很偏远的地方。好，小小的层次加一层进来，就让它的层次更加丰富。好，继续来啊，继续来。你看，我们到最后，我们画这个包菜形，我们就随便画。你这个花瓣你想安排在哪里都可以。好，小一点啊，小一点。啊，中间这里包起来，这里这些花瓣它可以随便走啊，就是不一定说这个花瓣我们一定要规规矩矩的走。就是我们到画作品的时候，等我们把基础练好之后，画作品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这个花你可以随机的去变化，做到心中有花的时候。
好，这样包起来，慢慢来，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好，这一笔的话，稍微笔尖上的红色少了一点点，颜色稍微少一点点变化，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红色，加一点红色进来。好，里面还可以再画一些花瓣，画一些小小的，让里面感觉这个层次会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包起来啊。好，就这么多。好，这里再来一个，这里来一个。补充一点藤黄、鹅黄、珠标，还有这个曙红。这边的这个花瓣，这外面再来一个。当然，这一个花瓣待会儿我不知道怎么长哈，怎么样去生出来？这个先画在这里，先搭架子啊。我们画这个包菜型的，我们就是先搭架子，架子搭好了，这朵花怎么画都不丑，都好看。好，后面再有一些展开的花瓣。展开的花瓣可以夸张一点，长一点。展开的花瓣可以来一层，然后再来一层。当然要有这个长短的这种变化。好，可以再来一个，让层次更丰富一些。好，这后面我们待会儿可能还要再加哈。可能后面还要再加，我们先加几个吧。画这个包菜型，我们先搭架子，蘸一点曙红。好，画一个对面的。好，这一边的话，我们待会儿看情况来画。好，这个架子我们就搭成这样子，差不多哈。这个架子可以吗？好，我们接下来补充正瓣的时候啊，第一步就是搭架子，搭好架子之后，我们来补充这些缺口。好，我们把这个底色摇一摇啊，加一点底色，加点底色，我们来把这朵花上的正瓣都把它补上啊，正瓣补上。先调这个藤黄，先调藤黄，调一点点鹅黄，调一点珠标哈，调一点珠标，调一点点曙红，曙红多一点点啊，因为补充正瓣的时候曙红可以多一点点。那我们先来补充上面这一块啊。来，再加一点曙红，再加一点曙红，颜色没有调均匀哈，亲爱的家人们，刚刚这一笔的颜色没有调均匀，再调一点啊，调藤黄、鹅黄、珠标、曙红。来，这一笔啊，这一笔的颜色很明显的没有调均匀，明显的这一笔没有调均匀啊。所以说颜色一定要调均匀，你再去复笔，它总会有一点点痕迹，没有那么均匀。所以我们在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调均匀，调久一点点哈，不要没有耐心哈。画画一定要有耐心，有耐心画的这个画才好看呢。好，再来补充一点曙红。
好，我感觉笔上有一点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好，这上面来补充一个，直接来补充一个大的花瓣。来这些缺口里面直接来回一下笔，小缺口里面回一下笔。啊，这个花瓣就直接让它跳出去了，夸张哈。然后后面的我们待会儿需要调整的话，我们再去调整。好，我们再继续补充一点底色，笔上有点干，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来补充一点底色，然后我们继续调色。那我们接下来颜色要调的稍微的深一点点啊，还是一样调藤黄。藤黄、鹅黄、朱标，还有这个曙红。最深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胭脂哈，加一点胭脂进来，稍微加一丁点胭脂。好，里面这个最深的颜色，最深的颜色调一点曙红，调一点胭脂，多一点胭脂啊，根部这里啊。这里只能小心翼翼的去填上，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啊。这一缝隙的地方，好，这一个花瓣。好，这个花瓣笔尖上还是有一点点太深了一点点，这个地方笔尖上的颜色还是深了一点点，不要笔尖不要太深了，太深了就跳出来了，知道吧？我们不要让笔尖的颜色跳出来成一条线，尽量避免成一条线。好，我们再来补充颜色，胭脂，所以胭脂一定要少。来，再来补充一点颜色，一丁点胭脂哈，不要太多胭脂。露出一点点。好，这个上面的颜色还不是很深哈，到后面的花瓣颜色会越来越深。这边的颜色才会更深一点，
所以我们在调这里的颜色的时候，我们颜色要调得更深一点。现在笔上有点干啊，有点干，我们再加一点底色，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先藤黄，然后鹅黄、朱标。好，我们看一下再怎么去加哈。感觉这个缺口里面还要再多加一些花瓣才好。好，再多来一点胭脂啊。好，这边的颜色越来越深哈。加点底色，加点底色。笔上干了，我们就去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了底色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从前面一个颜色调。藤黄、鹅黄，藤黄、鹅黄，要把笔睡在盘子里调，让整个颜色都晕到笔肚里面，颜色一定要饱满啊。然后胭脂哈，然后胭脂。好，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胭脂，把这一个花瓣啊，这个卷起来的花瓣，沿着这个正反瓣的这个边缘走，补充成一个卷起来的花瓣，还可以画大一点点。好，这里要小心一点啊，它在这个花的后面，注意它的层次。注意它的层次啊。好，这里还要再画一些花瓣啊。来，再补充一点藤黄，补充一点藤黄、鹅黄、朱标。
曙红，还有这个胭脂。好，这里一定要小心啊！再来一点胭脂啊，再来一点胭脂，这个颜色是越来越深。再补充一点曙红，补充点胭脂。一直有在加底色呢。好，这里一定要小心哈。两朵花相交接的地方，注意它的前后关系。好，这个地方再来一笔。颜色没有调均匀啊。好，我们再继续来补充，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这个后面我们再来加多一点点哈。加满它，让它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多一点啊，多一点。这是后面还有啊，看不见了。好，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外形，把笔洗一下，调整外形。因为这上面要调整颜色，肯定要浅一些，所以我们要把笔洗一下，洗干净。我们画花就要画出灵动的感觉啊，各种形状，就是你自己可以到最后，你可以随意的去组合这种花型。好，我们来加一点，调一下底色啊，重新调一下底色。好，调了底色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啊，先调这个藤黄，调珠标，然后调曙红。这个纸的话要按着一点啊，因为这个纸的话它有点欧起来了。欧起来，你一不小心把这个花瓣就画变形了。好，这个上面就是这个虚的这一块啊。好，回一下笔，拿这种虚的花瓣画多一点，让它更丰富一些。再调一点藤黄、鹅黄。藤黄、鹅黄调和，然后调这个珠标，然后调这个曙红。好，让它的层次更多一些哈。调整整个花型，这个时候。
再来一个这个反半啊。好，看一下这一边还要不要再加啊？这边好像还要再加一点点，还要再加一点点啊！虚的花瓣让它虚出来，这个花才会显得更灵动。哎，这里有一点平。好，这朵花结的现在结的很丰富了，现在结的还挺丰富的。后面这个花瓣还可以再加一点啊，后面这个深色的还可以再加一点。你看花型就是要慢慢去调整啊，就并不是说你刚开始我们是搭架子，架子搭好之后，就需要后面的慢慢去调整。好，把这个花瓣加大一点点啊。那我们再站起来看一下这朵花，站起来看一下，结得还不错呢。可以，我们就把这个中心给填上了。中心用最深的颜色，用最深的颜色把它填上。哇，这最深的颜色，整个笔尖调的太好厚。好，中间填上最深的颜色，这个是我们待会儿要画花心，这个是要画花心的地方。我们把这3朵花来加一下花心，好不好？我今天先把花心加一下，我们把花心加上去，它会更美。好，我们先用3粒画。一看这个花心是不是太花下了？还好。来，这个地方也要加一个花心，这个可能这个雌蕊就看到一点点吧。
这个雌蕊就看到一点点啊。我们来调一个画花心的颜色。我们画花心的颜色是这个太白，太白加藤黄调和的。那放在一个瓶子里，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啊，就是依次调多一点。好，我们再加一些藤黄。好，我们太白加藤黄把它调和，然后画花心。花心我们分5组哈，一组一组的来，1、2、3、4、5，我们平均分配5组，一组组的去画哈。好，再扫一点点花丝。好，我们来加花心哦。加上花心是不是更美啊？更漂亮？
好，我们把这一个花心让它跳一点出来哈，就不要说每一个花心规规矩矩的。我们为什么这里画一点深色的，就是想让它跳一组这个花心出来啊。好，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点。好，这个也加上几颗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